欢迎大家回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在这里呢，你可以探索宇宙的游戏规则，这样就可以升级你的意识，然后你就可以成为玩家跟 NPC。我是疗愈师月月。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要如何平衡灵性跟生活，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有听过上一期 podcast 听众其实都知道，觉醒它其实只是来到一个3维到4维的一个阶段而已，可是其实后面还有更多我们要去发展的不同的面向。可是很多人来到4维度的时候，因为毕竟跨了一个阶嘛，这个阶就会无形的让别人有一种我好像变得更好了，然后当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一个不同阶段的时候，其实也会跳入另外一个盲区，可能会更逃避，可能也会更深的活着，它其实就在一个一线之隔。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如何真正的平衡灵性觉醒后的你，但你依然可以在生活中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们觉得你们现阶段来到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你们有把灵性跟生活平衡的还不错吗？你们觉得？大家可以1到10人为自己打分，觉得自己在平衡灵性跟生活过程当中平衡的如何？10分是平衡的最好，1分就是没那么好。7分7分，那想想呢？4、5分吧。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自我评价？觉得好像也是比较来的，怎么说？就跟以前的自己比较。就是以前可能有经历过很不平衡的时候，很对混沌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平衡发生什么事情？应该说以前对就是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很容易纠结在里面，然后会很执着在这一个点上面。但现在可是你已经觉醒了对啊，觉醒之后就会跳出来去看到不一样的面向。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反而就是觉醒后的自己，不是未觉醒跟觉醒的自己是你觉得你已经来到一个醒觉的状态了，就是我醒着觉知这个世界的状态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平衡跟生活平衡的特别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近几年尤其是水瓶世代的转换，很多人开始接触占星、灵性、能量疗愈，但是也会看到一个新的现象是，有些人觉醒之后反而更焦虑。当然你就会问说，那这样是真的觉醒吗？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当然很有可能就是从4维度跳到3维度，3维度跳到4维度的过程。那有些人开始修行了，可是却失去面对生活的力量，觉得好像修行那个面向是他唯一的方向，可是却忘记也许我现在的生活也要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看似让你不平静的东西。那有些人把灵性当避难所，或是把灵性当做一种身份认同。灵性逃避吗？没错，其实我们想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灵性逃避的一个过程？有。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可能是失恋啊，然后你就会想说想要赶快好起来，然后就开始冥想什么的。你说狂冥想、猛冥想，这样把它当做一个情绪抒发口？对啊，或者是听一些有关于灵性的东西。那这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听得进去的吗？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有时候还是会想到失恋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工具跟我有一个面向是可以让自己疗愈自己变得更好的，可是当我真正生活上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反而用逃避的心态去接触这些灵性工具。对，因为像就是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当你遇到发生了才会去做。对 OK， 这的确是某一个阶段的所谓的灵性生活还没有平衡特别好的状态。那桑迪有发生过什么吗？我刚才一直在想，好像想不起来。真的那我可以聊聊我自己。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没有平衡的很好，是我的确对于一开始我在开始接触身心灵，或者是开始有这些感知力慢慢回来了，所谓有通灵能力的时候，我的确还是会带着很强烈的人类3维的状态，就很像这2股能量在拔河。我有通灵的能力，可是我还是依然很3维，我的很多意识形态很3维，所以怀疑。我做的反而不是怀疑，我做的事情是我会觉得没有接触身心灵的人，我跟他们没有办法融入的感觉。然后你是有一种优越感吗？我觉得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就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原本是一个井底之蛙，然后我好不容易跳到这个井口了，所以我才看见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变成知识量变得很丰盛。对，我才发现哇，这个才是我要的世界，所以我好像清楚知道我要什么了。但是我再回头看见那一些可能过往我在井底里面生活的朋友，我会觉得说哇，你们就是还没有看过这么美好的世界，好可惜。
对啊，你所以我们活得好辛苦哦。对这样对，我心中会有一种你们过得好辛苦，你们好可惜的那种怜悯感。我觉得我的没有平衡的很好，那时候是发生这样子的状态。可是殊不知，这个你们好辛苦跟这个怜悯，也是一种内心深处那一种比较性的投射。所以的确，我也还没有真正的把生活灵性平衡好。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子的状态跟这样子的阶段。那今天这期 podcast 就是要来聊聊这件事情，就是觉醒的本质跟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上可以把这些我们学到的东西慢慢100%的成为我们内在转化的知识跟智慧。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定很多人他们会经历过一个两边的拉扯，你就是要体验过极端你才可以找到中间值。所以我体验过极度的不清醒，我在体验极度的清醒，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觉醒它真的完全不是我们在接触内在探索的唯一目的，因为觉醒它就只是一个门向你打开，可是打开这道门之后，其实有更难的事情在等着你，因为你的游戏规则变了，你的模式变了。那换一个场景，换一个游戏规则，你又要去考验人的惯性，人的那一种，就像是跳科系一样，你原本是读商的，你突然跳到理工科，不适应，会有一种不适应的阶段。不是说不可能或者是不行做不到，可是你一定会不适应。就是我以前是用商业的思维模式在看待事情，现在我突然要用科学逻辑的思维看待一件事情，会有一点点脑袋是会打架的，因为我们人的确就是会有很多的神经系统的惯性，所以我们要如何改写这个神经系统，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觉醒呢，它从来都不是让你的生活变得轻松。我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觉醒它是来让你看见你一直以来没有看见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平时可能我跟家人的关系好像很好，我们家庭关系都很和谐啊，爸爸很爱妈妈，妈妈也很爱爸爸，然后彼此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会不会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是我们内在不愿意打破这个和谐所堆积起来的压抑经营的呢？营造的呢？所以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咯。所以觉醒是什么？觉醒是我要破除幻象，我要把那些我平时不敢打破的那些和谐打破了。可是打破了，我就会获得两件事情。第一个一定有好有坏，好处就是我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我那些压抑的东西、压抑的能量终于被释放出来了。坏处是什么？被赶出去。对，坏处是原来我爸爸妈妈一点感情都不好的这个真相你要被看见，是很痛的耶。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换一个例子来，感情也是，上一秒我跟你说我爱你，下一秒我跟你分手，怎么突然变这样呢？就是因为我爱你，可是我知道这个爱是我用那一些失去自我所换来的。所以我下定决心跟你分手，我会看见更真实的自己，可是我们这段关系会结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容易在失恋里面或者是分别里面很难走出来，因为你一方面又成长了，可是一方面那个痛其实又失去了。所以就跟觉醒一样，其实我们在醒来的过程当中，你的确会获得很多你想要的，就像是那个青蛙一样，哇，这个世界好大哦，这才是我要的。可是这边都是你从小到大你的井底的东西，从小到大累积起来的。它那边有你的回忆，对，安全感、回忆，你努力的痕迹，你活过的证明都在那边。但你要离开吗？很难。没错。所以觉醒之后，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你其实情绪会变得很多，你情绪反而会变得更多，因为你对很多事情变得更敏感，因为那个拉扯感越强啊。这个世界好好，可是这边是你过往累积起来的东西，我就心痛。所以情绪其实是很多的，可是只是你在面对情绪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分裂，可是你的内在的情感是很多的，因为你也变敏感。敏感叫做什么？没关系啊，爸爸妈妈感情都很好啊，没事啊，所以你回家你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当你发现能量层的运作很多维度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一件事情那么单一的去看它，所以你整个人的细胞会被打开，毛孔会被打开，然后你就会很敏感的去 sensing 一些身边的东西。
这个人说这句话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意思？这个人的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意思？你会开始抽丝剥茧的一层又一层去探索的时候，其实也很累。真的，要注意更多小细节了。没错，所以你看，在这么累的状态下，关系变得敏感，然后能量变得很敏感，然后工作又变得很敏感，在敏感的状态要怎么跟生活保持平衡呢？很难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这么难怎么办？摆烂。那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我发现桑迪就是我在有哪吗？我也在想，我有吗？我有吗？没关系，还是因要为想感觉比较迟钝，所以就我觉得感好像都无所是谓。我觉得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会忍，就是那种就像是可能我赏你一巴掌，想想就觉得好痛了，可是你就觉得就一巴掌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比较像忍耐度比较大，所以必须真的要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事情，真的让你觉得好痛好痛好痛的事情的时候，才会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有点像是每一个人触发机制真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呢，灵魂当真正的觉醒或者是有爱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变得真实是最难的，看见真相的本质是最难的，看不再迁就，不再忍让，不再装没事，这个其实就是往灵魂把我们带到更真实的地方会有的状态。你会变得更敏感，同时也更不麻木。但我就觉得桑迪奇现在还是有点麻木还没有那么敏感，有点小麻木就是他的反应比较像是这样。还是这些对我来说好像还不到触发我的这些情绪上的，对，可能还没有，可能这些情绪对我踩到来说好像底线的，还没有到，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底线也蛮后面的，所以当然触发不到。比较像是本来就这样么后面，还是忍让的来的后面？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我很忍让，所以它的那个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来气球它的可扩张程度就是有限的，可是你盯很久，别人都破了，可是你继续盯着，你就是还没破。然后真正泄气的时候呢，没事了，泄气了，没事了，可是你的这个皮球就变得很松垮，走掉了，所以也没有太大的东西可以让你破掉，因为你的包容度就已经够大了，所以你真的必须得要到一个真的很临界点的时候，你才会爆掉，比较像是这个样子。相对的，就是平时你的确都带着这个极度的包容跟承载力，再去承载很多事情，所以有点像是对于你而言，什么叫做该爆未爆，就是你知道其实该爆了，但是你盯着不爆，那个盯就是等待一个事件让你爆，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对，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这个状态里面，但都没有好跟坏，只是每一个人他在承担跟他的灵魂剧本，他的承载力本来就不同。同时呢，我们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灵性逃避。OK， 因为其实灵性逃避其实就是误用灵性的概念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好，我们来聊这件事情，然后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也可以稍微去觉察跟感受看看，是否这些点曾经都有发生在或是正在发生在你身上，那我们就可以有觉知的意识到说，也许我现在还没有把自己平衡得很好，那这个就是你下一个阶段去进步跟努力的目标。OK， 好，首先第一个呢，用顺流来逃避责任。好，你们对这句话的想法是什么？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来，我们可以去看我的葡萄牙第一集的 vlog， 我就有在讲这件事情。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的 vlog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我讲 podcast， 那我就把 vlog 里面讲的内容拿进来讲好了。那个时候呢，葡萄牙它其实是一个在整个欧洲陆地里面灵性觉醒算是先驱国家，就是能量聚集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而那个时候他们在15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们在圣诞节那一天突然有一个大地震，而那个大地震伴随着海啸，然后让7到9万的人死亡。那个时候给当时的人们很多的震荡，因为他们还是那个时候是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包括很多的权力制度都是以天主教的概念去做支配跟掌管的。所谓神权意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强烈的动摇。那个动摇是什么？他们那时候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宇宙安排的。所以今天今天突然有个大暴动，哎呀，宇宙就是要让暴动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去干预。好，今天突然有一个贪污，宇宙就是要让贪污发生，然后所以我们不要去干预。所以他们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确都可以用很平静的心去看。宇宙的安排，宇宙的决定，宇宙的什么什么什么，神是不会伤害我们的，这是一个他们很主要的核心理念。可是呢，那个时候在万圣节那天，地震伴随着海啸来，然后造成这么多的伤亡的那一刻，很多的人内心就被动摇。动摇什么呢？如果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为什么要在这么大家应该庆祝的节庆的这一天，让我们陷入这么深的悲伤跟面对死亡的恐惧呢？他们就开始思考，宇宙不是对我们很好吗？可是真的要我去顺流，说不下去你要我在这一天面对我亲人的死亡，然后灾情这么惨重，还要我顺流，我真的没有办法顺流下去了。所以这个神权意识开始瓦解，长出一个新的新时代灵性运动，也就是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宇宙会安排，但如果我们很被动，就这样双手一摊，哎呀，宇宙都会给我的，然后躺在家里，那你的确就是会被海啸吞噬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不再用宇宙会给予我一切的意识形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开始有防震的知识，他们开始在建筑上面做很大量的结合科学跟物理学，然后去确保如果今天海啸再次来，地震再次来的话，我们的人民是可以平安居住的。所以他们开始不再被动的是接受能量流运作，而是真的还是带入一些理性、科学、结构化思考等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运动，就像是觉醒一样。觉醒的第一个阶段的确是我原本一开始很想掌控事情，好，我不想掌控了，原来宇宙都有它安排跟游戏规则，那我就顺流交给宇宙，这是第一个阶段。可是第二个阶段是顺流之外，你也是创造者之一，你也是那一个可以推动一件事情变顺利的掌权者之一。所以觉醒到第二个阶段是，对，我相信顺流，可是我也知道顺流是我亲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结合了很多哲学家、物理学家，然后建造教堂的时候也开始更多的融合一些理性的东西，而不再只是顺流所以他们把自主权掌握回来了。所以这个故事也分享给大家。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确进入到这个误区，宇宙比我们想象的都强大，那我们不要违抗宇宙的命运。可是你忘记你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你是可以带动整个集体意识的集体意识之一。 OK，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你们怎么想？桑体怎么想呢？关于顺流嘛，就是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真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那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你知道，当你很多人都说不要掌控，不要掌控，不要掌控，所以掌控它又分别，你是带着爱的安排自己，还是带着恐惧的安排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是带着爱的安排一件事情，那恭喜你，你带着爱的时候呢，真正的爱是不会否认黑暗面存在的。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在带着爱去面对这些死亡、伤亡，你会去承认说伤亡、死亡就是存在，你不会回避去面对一些很真实的东西，你不会拒绝沟通，也不会拒绝面对，你会很敞开的去接受各种情境来，而且你心里都有一个预备是各种情境来我都有能力去面对它。可是如果你是带着恐惧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去掌握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是会希望这整件事情就是要照着你这个小脑袋的逻辑走。所以它的差别其实就是这样。当我们找到这之间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灵性概念是宇宙存在，你也相信你也是宇宙之一，所以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自己，因为你了解完自己之后，你才能够承接宇宙这么庞大的力量。你们懂这个串起来的逻辑吗？很庞大能够理解吗？大概理解。好，我再用看白话文来讲一下哦。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探索宇宙的时候会略过探索自己，对吧？
他们会觉得说宇宙它有它运行的游戏规则，因为它太庞大了，所以我管不了它，所以我就像是一个漂浮不定的像水一样的人，然后他想带我去哪就带我去哪。但没有，你这样会变成宇宙的傀儡，而是宇宙很庞大，对的，宇宙很重要，所以你要了解宇宙。可是你要了解你自己，因为你也是你自己内在的小宇宙。可是探索自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呢。探索自己的悲伤，探索自己的喜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哎。很多人光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就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认识自己好难，那我不如去认识别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有个惯性是我比我自己你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我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因为看别人最容易嘛，对吧？所以呢，其实真正的灵性不逃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你自己是谁。那了解自己又是什么？你们觉得什么叫做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喜好、情绪，还有什么？慢慢配。对啊，除了喜欢的、讨厌的、存在的价值类。对，没错。第一个，我们又回到脉轮了。你要了解你是谁。这个了解你是谁，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好，我们的身份、角色、社会地位。OK， 我有爸爸妈妈，我是独生女，我住在台中，好，类似这种，这是最基础的了解自己。我为什么要住在台中？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要搬进这个房子？这一个自己，我们先看第一件事，你拥有的背后的为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庞大的议题嘞。对吧？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台中天气很好啊，但台北天气也不差啊。对有些人来讲，台北天气也很好啊，所以对你而言，天气好的定义又是什么？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很值得好好去探索的东西。光是自己最基础的拥有的生存需要，就是可以探索非常久了。我为什么要穿绿色的衣服？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摆这个？我为什么要有衣柜又要衣架？这我今天早上在思考的问题。我真的每天都很喜欢思考这些有的没的问题。对啊，那找得到答案。我都已经有2个衣柜了，为什么我要放一个衣架？为什么我要选择衣架而不是再选第3个衣柜？如果我选了第3个衣柜，我的房间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样子是我想要的吗？我今天早上就在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好奇心，因为我每分每秒做的决定，有些时候是无意识的。我会花一点时间回过头来去看，对啊，我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我要把意识找回来。这个就是探索自己。而且这只是在讲海底轮哦。第2个脐轮，你这个人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给这个社会？对呢，我这个人可以创造什么价值给这个社会呢？你们有想过这件事吗？没有。OK， 很好，回家想一想，这是大家的回家功课。太阳轮，我想要展现自己给这个社会什么？好，回家功课第3个，来。心轮，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这个世界对我而言的看法又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如何看我的？有想过这件事吗？还没，很好，下一个回家功课。我只会想说，为什么他不爱我？没错，所以探索自己真的就是灵性不逃避的唯一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当你把所有的主权都放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我跟自己的连接，我跟这个我世界能量万物的连接的时候，你就是在认识世界。但很多人都宁可先认识世界，不认识世界跟自己的关联，这是2件事。所以我们就容易逃避，因为会有断层。你对这个世界能量理解有断层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误会宇宙、经典、佛学、道家里面所讲的所有内容。所以为什么我之前有出过心经那一集，就是因为当你没有把能量回归到自己的时候，你在阅读那一些经典经文，其实你会有所错乱的去理解这个经文，因为你从来不觉得这个经文讲的内容跟自己有关系的时候，都在讲别人。对啦，这一段话应该要给他听讲给你自己听。很多时候在灵性觉醒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态啊，好希望这个人他这句话他懂，对，关他屁事好希望理解这件事情我妈能听到，看似合理又觉得不合理。那你呢？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有想着你呢？你理解了吗？你明白了吗？你体悟了吗？这才是重点啊。好，那再来到喉轮，你要如何表达自己给这个世界看见？眉心轮，你所看见的世界长什么样子？顶轮，灵魂要你来到这个世界干嘛？光是从海底轮到顶轮这7脉轮的认识，就已经认识大概可以花我们半辈子的时间了。可是
这个就是真正的灵性跟生活平衡啊。我们真正明白了，我在疗愈自己不是为了要回避现实问题，我在疗愈自己是因为我把力量真正的收回来。我在疗愈自己不是让我们躲起来，而是让我们有更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每当你失恋，你想要找人疗愈，疗愈完之后呢，你还是要回去面对一样的问题，你还是要跟这人沟通，你还是该分离就要分离，该解决就要解决，该离职就要离职 OK， 该表达就是要表达。所以疗愈是给你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疗愈然后这件事情消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逃避不是觉醒，承担才是觉醒。可是很少人会为自己承担，承担的意思又是什么？负责任啊。但很多人做不到负责任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哦，真的，别人说要去哪你就说好，本来你想要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对啊对啊，能为自己选择负责任的很少，真的不多。我们还是会不自觉的跳入到二元对立跟受害者角色。就是每当事情不顺的时候，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还是会想要去责怪事件，责怪人物，可是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殊不知就算今天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也都是你选择来的，这个叫做承担。但很少人会在真正灵性探索的过程当中遇到需要你承担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能真的好好的坦然面对跟承担它。方方面面都是，这是一个还蛮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才会想要一开始问大家，你觉得你1到10分是几分呢？那听完你觉得是几分呢？这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的，因为我们的确还有一大步路要走，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准备无为、充满无条件的爱、光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觉醒灵性落地，它其实是有3个核心的。第一个核心是你真的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值得更好的，然后你也愿意踏出那一步，愿意为这个改变负责。你会发现所有的主词都是我，不是因为你让我改变，你引导我改变，你怎么样。所以其实我在疗愈个案的时候，个案有时候说就是很谢谢你，你改变了我，但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说，没有，是我引导你去看见了你自己，我无法直接改变你，只是引导而已。对，我只是引导你，可是真正要做决定的人还是你自己。所以你不是因为我而改变，你是因为你自己而改变，那才是真正的改变。可是如果你的改变你觉得有股力量还是来自于我的话，代表你没有真的改变，你下次还会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逃避的一种。没错，改变永远都是要为自己而负责的，不是因为别人所以你要做，只是因为别人引导你看见自己的力量，然后我去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哦。OK， 那灵性落地的第2个阶段是，我们知道能量在运作，但也不会忘记能量跟逻辑是要加在一起的。怎么说？能量逻辑有点像是你知道能量在运作，但你也不会忘记我做的那些仪式都不是在施法，也不是在施咒，而是我在做仪式的过程当中，我在整理自己。比如说我在摆放水晶的时候，其实在摆放水晶过程当中，你会进入到一个很美的流。对啊，你在摆放水晶的时候，这个水晶要放在哪里，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水晶的振动频率震动到你在一个很深层很健康的自我对话里面，然后你也在梳理你自己。仪式的这个过程真的都不是你水晶要摆多漂亮，水晶阵要摆多漂亮，而是你在摆放的过程当中，你在跟自己对话。我想要这一颗摆在哪里，我想要今天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我想应该又回到我，所以把专注力放自己身上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整理自己。 OK， 我要进行显化，可是我也要采取行动。所以能量跟逻辑是不可分割的。OK， 所以能量不是要来帮助你跳过现实，然后施个法，然后那个人就不见，然后就变很好这样，不可能，而是拿来支撑你面对这个现实的。OK， 我相信施完这个法之后，能量层在运作了，所以我更相信这件事情会照着我所行动那个样子给安排。有点像是显化是什么？我要显化100万，你用嘴巴讲我要显化100万，其实你自己可能都不太相信。可是你花了好多时间啊！我参加一个工作坊，然后这个工作坊教我什么是显化，然后这个工作坊还引导我写这个显化版，然后写了这个显化版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你这个人行动起来，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真的会更相信你可以显化100万吗？你不觉得吗？你就躺着我要显化100万，跟你花一整天去进入我要显化100万的这个流里面，你的神经系统都会相信你真的可以显化100万。所以仪式是拿来带动你的肌肉扬升的，
所以很多仪式存在是很必要的，因为它就是思维加行动的结果，对吧？所以我来这里工商一下，这样子在听这集聆听 Podcast 听众的各位呢，我们即将在1月24号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要在台北的艺术中心举办一个30人的整天的 workshop 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特地设计了在迎接明年鼠牛虎兔龙蛇马年迎接马年在过年之前的这个能量流里面，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很强烈的能量仪式。我们会做颂钵跟铜锣的声音疗愈，然后用集体意识，我们会带动整个大家的身心灵的能量层状态，然后去激活我们为了迎接接下来2026年要即将开创能量的细胞跟 DNA。 然后呢，我会带大家做2025年的能量收尾，然后 Nina 会带大家做2026年的能量显化。所以我们大家会一起做很大量的书写、放松、跳舞，然后还有我们会带大家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你会带一个显化板回去，因为我们会制作专属你2026年开创水平世代的一个能量板，然后这个能量板的能量就会聚集在这一个物件当中，让你带回家，然后支持你这一整年你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报名链接会出现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在1月24号办的这个工作坊。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期待在那天可以跟你们大家见面哦。好，第3个灵性落地的基本要素就是觉醒加人性。人性？什么人性？人性，真正的灵性不是永远平静啊，你还是会生气、受伤、疲惫、忧郁、想逃、不完美，这是很正常的呀。因为你不是来这个地球当圣人的，你是来更深的成为人类的。只是你在成为人类的时候，听上集 podcast 听众就知道，那你要跳跃哪一个意识？你可以很生气，可是你的生气可以有觉知啊，对吧？那你瞬间你跳跃的意识频率时空就有完全不一样了，这才是好玩的地方。你想想看，以前的你生气只能生气，现在的你生气之余，你还可以去觉察自己为什么在生气，你还可以有保持着一部分的轻盈跟自由感，说好酷哦，原来我会对这件事情生气，你不觉得更好玩了吗？这个人类的游戏包体验是不是又解锁更多东西了？这就是当人类好玩的地方啊。所以真正的灵性落地是你不要忘记你有人性的那一面，你可以哭打喊骂，你可以难受，你可以被一件很小的事情触动，你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失恋的时候无法自拔，但你也会觉得天哪，原来失恋是这种感觉，类似这种，这才是真正我觉得在体验人类这个游戏包里面最好玩的地方。所以如何平衡灵性跟生活，其实就是把灵性融入日常。灵性它不是只有冥想，我好难过，好去冥想。对No，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而是灵性也发生在你愿意好好吃饭的时候，你愿意说实话的时候，你愿意面对你的伤的时候，你愿意好好爱人的时候，你愿意休息的时候，你愿意承担的时候，你愿意工作的时候，这些其实也都是灵性的一种。因为生活就是你的修行场，最大的道场来自于你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进入一个空间来我们来修道吧，不是，真正的道场就是在你的周围，包括好，你看我也会遇到跟房东永远不合的事情，可是每一次的不合都在打破我新的维度。我也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至于我而言，我当然生活还是会遇到很多你要去面对挑战的选择，要面对的事情，可是每一次的选择跟事情的确都在帮助你更有觉知的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要面对什么。所以我也要很老实讲，真正的灵性不是不会遇到冲突，而是你面对冲突的时候，永远胜利者都是你，不是你赢了这场战争，是你永远都可以在这个冲突当中学到、拿到、获得，然后你又成为一个升华后、进化后的自己了。这才是真正的灵性结合生活。因为如果你的生活没有遇到那么多的震荡，其实你不会感觉到痛，你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你不会感觉到这些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也不会有觉知的学到。所以为什么失恋可以让一个人成长很快？因为失恋很痛啊，很痛，你把心力全部都在他身上。没错，就是因为
失恋很痛，所以你才会痛定决心的我要好好爱自己，才会醒过来，你才会真的啪然后就醒来了。所以一样的概念，生活就是你的修行场，你的情绪就是你的老师。当你被点到你的不安全感的时候，练习觉察；你被拒绝的时候，练习价值感；你被忽略的时候，练习界限；你想放弃的时候，练习信任。那这个是都要跟自己对话，是不是没错，所以我很喜欢独旅。所以大家就是也真的可以看我的独旅的 vlog， 在独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把我真正如何日常跟自己对话的模式跟方式在影片里面呈现给大家。因为我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看想的是我剪辑师，你看你就是一直在看我对镜头讲话。对啊，所以那些都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讲话。就是好不可思议哦我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也很常，桑迪应该知道谁内心怎样。这么多话，我真的讲很多话呢，我那些好多话哦。我有跟我个案分享，我在旅行独旅的，我前阵在欧洲独旅这段时间，我大概写了不下100封备忘录，就是在跟自己对话。我甚至是我的独旅的习惯是什么？因为我是 P 人，我不规划我的行程，可是我会大概早上的时候看一下我那一天要去哪里。然后我的旅行方式就是走路，我非必要才会搭车，因为走路过程当中你就是边观察边看，然后你就会有很多感受，而这些感受都会被你收录进来。然后我是那种边走路边观察，我观察到什么我就会停下来打字，马上，因为你独旅你不需要配合其他人呢、你不需要配合其他人节奏，然后还要想说你想吃这个吗？你想去那个吗？没有，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我可能走，我原本好要去一个地方看夕阳，然后要走20分钟走上去，可是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什么，我想要停下来觉察，我旁边有个长椅，我就可以坐在那边坐2个小时，然后我也觉得错过夕阳没关系，因为当下我才是最重要的，夕阳明天还有，可是我当下感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可能看到一个长椅，我就坐下来，然后开始打字觉察感受，这个就是我练习大量自我对话的方式。我又有录 vlog 给大家看嘛，所以大家去看 vlog 的话，其实也都是我在每一次的觉察思考过后所拥有的心得，那我相信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去体验我当下的感受，然后也希望把这份跟自己相处的力量分享给你们，因为跟自己相处其实真的很开心跟很舒服跟很好玩，独旅真的是一个很棒去整理自己思绪的一种方法。对啊，桑迪你也喜欢独旅不是吗？你也喜欢一个人露营啊？对，没错。你独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也是跟自己对话，就是会对会梳理很多的想法。那想想嘞，我没有独旅过。Oh my god！这是你下一个显化清单。真的吗？真的啊，你也可以先从韩国开始啊。你虽然没独旅过，可是韩国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你可以去。我可以就是自己坐飞机，然后到那边集合这样。所以下一步就是自己坐飞机，然后自己集合自己，然后想去哪就去哪。那就是你下一个，你不是年底想去韩国吗？对啊，可是我还是很怕，就是你可能会想到我可能沟通上的问题啊。有翻译软体啊？对啊，你用翻译软体也 OK 吧？我是 I 人，我也是 I 人啊。I 人有 I 人的旅行方式。我在旅行的时候，我 I 吗？一半一半啦。所以呢，每个人旅行都有自己的方式，可是它会是你下一个去看见自己不同可能性的一个突破。蛮推荐的。如果这一集的听众有听到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把独自旅行列入我们在更靠近认识自己、觉醒这个阶段很重要的清单。因为你没有跟自己一个人相处过，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很容易忽略一些事情。因为你在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比如在台湾，你在台湾，你要我一个人去台北，一个人去台南，一个人去台东，都很 OK， 因为是你熟悉的环境，你知道7-11可以叫计程车，也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这件事情。你熟台湾熟到你不会恐惧任何事情，因为你的资讯很透明，资讯很通透。可是你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它其实会激发你很多的恐惧跟不安。对呀，所以修行就在这里。恐惧、不安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面对、去陪伴、去处理呢？独旅就是一个你很大的修行交考卷的地方，我觉得是。当你能够真正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开始在面对跟瓦解一些你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你交考卷啦。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恭喜你，你真的更认识自己了，因为你可以在这么陌生的地方依然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跟信任宇宙的安排。厉害。
蠢蠢欲动，有 feel 了吗？没有，先等等。所以这就是你下一个阶段可以去练习的东西啊。光去一个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就会很紧张啦。对啊，就是修行，应该讲日常就是你修行的试炼场。从这些日常的东西去看见自己在灵性探索的这个路上进步到哪里。以旅行，如果对有些人来讲是一个恐惧圈的话，那它会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很明确的目标，我觉得很棒。就连以我来讲好了，我现在已经很熟悉我可以去旅行了，可是我还没有挑战过难度系数很高的国家，比如说非洲那些，比如说印度，比如说南美，这也是我哪怕我再熟悉独旅，其实你现在问我说那你可以一个人去非洲吗？或者是柬埔寨啊，我还是会我还是有一股恐惧上来。对啊，对啊，所以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他可以去看见自己恐惧跟突破自己恐惧的模式跟方式，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去挑战看看。我还蛮期待的耶，虽然我觉得我妈现在听这一集应该倒抽一口气，她说我女儿要去非洲但非洲的确是我下一个人生，我应该会想先，我现在想先去不丹跟西藏啦，一个人嘛，也是一个人。对，然后之后可能再去南美这些地方。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喜爱冒险，所以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拍 vlog 分享给大家看。OK， 所以呢，其实高龄们都一直想告诉大家说，你不是来地球然后逃离地球的，地球好痛苦啊，离开这里很不是，而是你要把光活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说，勇敢面对那一些不舒服的你，其实是发光的，这才是你真正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因为你会在这些修炼当中成为一个更耀眼更闪耀的光芒，而这个光芒你就会把这个能量流回送给这个地球，然后这个地球就会因为你这一份光芒形成一个集体意识，然后这个集体意识就会共创未来更高版本的地球。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到5维的地球，都要感谢前人们的辛苦跟努力有他们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有这么棒的体验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对吧？所以觉醒呢，它不是让你离开世界，觉醒是让你更真更稳更敢承担更爱自己更懂得如何面对人性跟人生。而觉醒也都不是拒绝痛苦，是当痛苦来了你也知道怎么陪伴自己。那要怎么样陪伴自己呢？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实验，你们听到这集 podcast 之后呢，你们会大概再过几周我就会有一支影片上架，然后那支影片就是我的日常爱护自己的 vlog， 我就可以把我在我很低潮很低落的时候我是如何滋养自己的一些小 paper 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去看，所以你们就可以再 follow 一下之后新上的片。觉醒不是逃离现在往高维的地方，觉醒是把高维的力量带到现在这个地方，记住这个规则。所以当你能够记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玩的人类。所以你除了会成为一个 NPC 之外，你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玩家。OK，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抽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今天一样抽塔罗牌，然后我们来抽牌面比较长得不一样子的塔罗牌，一张哦，宝剑4，宝剑3。好 OK， 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小幽灵低着头，然后抱着破碎的心，然后头顶的云，然后一直在下雨，然后思绪里面藏着3把剑，对不对？你们看到这个时候感觉到了什么？觉得好像很痛苦觉得很像很痛苦。其实这张卡牌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你不需要假装你没事。好，为什么不需要假装你没事呢？的确他现在就是淋着雨，没有武装也没有逃走，他心就是碎的，然后他思绪很混乱，可是他就是静静的站在雨里面，他没有逃走，他就是让情绪流，让真相流，他没有在逃避当下的东西。所以其实这张卡牌要跟大家讲说，你不需要再去假装你没事这件事情，尽管你最近感觉到心很累，灵魂很痛，我相信这阵子大家都是身体很沉，对生活很无力，然后容易哭，变得很敏感，然后当你以为你在退步，你在吊瓶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又被情绪吞噬的时候，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你正在穿越的灵性不是逃避，而是你更深的活着。因为很多人就会误会说觉醒就应该是平静正念光亮，但真正的觉醒不是往上跳，是向内走，允许自己看见那一些你一直被你压下去的那一些旧伤旧信念。你看又跟上一集有很深的呼应，真的是宇宙2025要收尾了，这股能量太庞大了接不住了对啊，所以我也想给你们就是很多很多的宝宝，就是想跟你们讲说，你现在正在感受的痛也都是因为灵魂在帮你移除真的不属于你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痛是因为它真的拔掉了，可是你不要忘记
真的不要忘记，宝剑3它就是来告诉你说，它不会来伤害你，它只会来拨开那一层你以为你必须坚强的假面，撕开你的假面。对，那你才会让你真正开始的呼吸，对吧？所以呢，想要跟你们分享，觉醒不是终点，而是真的让你更深的活着。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痛苦跟美好之间学会享受其中。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的开心，我们都在这里陪伴你们哦。那我们就下期 podcast 见喽，大家拜拜，拜拜拜。你说很可怕的话题，承担。你说承担哦？为什么承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你总是会想要问别人啊，你就说啊，我做这个好不好？然后别人就可以说好啊好啊，然后你之后就可以说是他叫我做的，完蛋了！哇哦，那真的是很危险呢，好危险哦！因为我好像从小就是这样爸妈就决定你就是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都不会去有任何的声音。